在百年斯诺克的历史上，有过诸多著名的恩怨，比如说老球王与丹尼斯·泰勒，皇帝与二哥，又或是老张与小特。但是这些所谓的恩怨都因比赛而起，跟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虽然有些结果有那么一点点的悲凉，但是最终都演变成了斯诺克台坛的一段佳话。但是今天咱们要讲述的这段故事，却实实在在的是为了碎银几两。如今已经整整的17年过去了，他非但没有随着时间而有所消减，两位两小无猜的好兄弟却因此反目，成了一笔根本还不完的烂账。时间来到2008年的克鲁斯堡，火箭对阵马术的制胜局。火箭凭借一杆惊世骇俗的世纪斯登，轰出了他在克鲁斯堡的第3杆147。一个9.5分值的角度，这杆斯登迄今为止连火箭本人也没有复刻成功。现场的观众对于火箭的表演已经如痴如醉。彼时的诺尼在克鲁斯堡已经轰出了3杆147，而之前强如皇帝也仅仅打出了1杆而已。对于诺尼而言，克鲁斯堡的147就是专门为他而设的小金库，再加上这杆连他自己都无法复制的斯登，收你们个14万7，不贵吧？火箭的这杆147的庆祝动作，可能是他有史以来最夸张的一次。毕竟在他看来，等价的付出就应该有等价的回报。然而，故事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仅仅在1天之后。等等，大圣认为有必要在中间插播一个小故事。1985年，年仅10岁的小诺尼正在练球，此时他的父亲推门进来，牵着一个6岁的小孩，对他说道：“这就是你今后的小伙伴，他的名字叫阿里卡特。”自此已经无需多言，这两人原来是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兄弟。回到比赛当中，火箭的那一杆世纪斯登可以说是惊世骇俗。那么接下来卡特的这一杆零角度射门，又何尝不是技惊四座？此刻的这个红球已经没有单下，注意看，卡特下了一个很强的左塞，利用一杆齿轮进攻，完成了这杆147的绝杀。接下来的这杆 K 球，虽然没有火箭的斯登那么惊艳，但同样也功力十足。黑球打进之后，卡特的庆祝动作更加的张狂。但是兄弟们要知道，这是他职业生涯，同时也是克鲁斯堡的首杆147。但是这一下却触动了火箭的逆鳞。20多年的兄弟张狂一下也就算了，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来分走我的 money。因为火箭的格言是：受你滴水之恩，必或开水相报。本届世锦赛，机长凭着这一杆147的余威，最终杀进了决赛。而他的对手正是自己的童年好伙伴、好兄弟诺尼·奥沙利文。两人在握手的一瞬间，火箭没有笑容，而卡特则傻傻地认为，我们两兄弟会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全程黑脸的火箭，在卡特的第一次克鲁斯堡之旅还没有怎么尝到味道时，就用一场屠杀结束了比赛。亲兄弟也要明算账，我的钱你不能动。本场比赛结束之后，还有一个相当温情的画面，这是火箭的小女儿莉莉，当时还不满2岁。未来这样的画面咱们可能很难看到了。
时间来到2012年，这对曾经的兄弟再度杀入克鲁斯堡的决赛，这也是机长的第2次克鲁斯堡的决赛之旅，当然也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。来看看赛前的握手，这是已经认识了27年的兄弟吗？在随后的决赛当中，罗尼名场面频出，机长怎么也没想到，在精心的准备了4年之后，回到决赛的赛场，这依然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。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，火箭说道：“我需要他来激励自己夺冠。”而卡特则回应道：“他享受羞辱对手带来的快感。”时间来到2018年，同样还是克鲁斯堡，两人这一次的擦肩而过，依然将矛盾彻底公开化。赛后，卡特说道：“奥沙利文毫无体育精神。”而火箭则回应道：“他也并非善类。”就此，两位曾经的兄弟在心中的裂痕已经深如鸿沟。时间来到2024年的大师赛决赛，两人在亚历山德拉宫把这场恩怨推向了最高潮。这杆粉球过后，机长一度以6-3领先。但是随后的火箭又将卡特带入了那恐怖的回忆之中，用一波7-1的反击，第8次带走了大师赛的奖杯。赛后，机长说道：“火箭在比赛当中鼻涕横流，行为无耻。”而罗尼则讥讽道：“他需要心理治疗，我是他一生当中的噩梦。”也许对于火箭来说，获得3大赛的奖杯如同探囊取物，但是对于机长来说，3次3大赛碰上火箭，最终却一无所获。他可以3次战胜癌症，但是终其一生却无法撼动火箭1次。难道当初的73500磅真的要用一生来偿还吗？如今已经17年过去了，当火箭以49岁的高龄捧起大师赛的奖杯时，他与机长的恩怨已经不再是个人的荣辱，而是已经成了斯诺克江湖最极致的暴力美学。没有和解，唯有永恒的对抗，在斯诺克球桌上刻下属于他们的时代印记。2011年，英格兰谢菲尔德的克鲁斯堡剧院，斯诺克世界的目光聚焦于2位跨时代的天才，时年22岁的新任帮主小特与36岁的巫师约翰希金斯。这是2人的首次相遇，也是新旧王权的首次碰撞。就此，100年斯诺克历史上最为传奇的师徒对决，从今天开始正式拉开帷幕。彼时的希金斯手握3座世锦赛冠军奖杯，以滴水不漏的防守与老辣的经验而著称，而小特则以狂风暴雨般的进攻席卷泰坦，单干破百，如同探囊取物。俗话说，拳怕少壮，棍怕老狼。手上提着棍子的老张给小特上了克鲁斯堡的第1堂课。当时老张这杆翻带给小特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，咱们不得而知。但是从那以后，小特就陷入了粉红色回忆的怪圈当中。就此，老张在克鲁斯堡勇夺4冠，在753节当中也是独占鳌头。赛后，小特坦言道：“希金斯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斯诺克。”当然，谁又曾想到，
这仅仅才是王牌军噩梦的开始。第二年新赛季刚刚开始，这二人又在上海大师赛的决赛当中相遇。小特以一波5-0开局，而老张则以一杆147吹响了反攻的号角。当年大圣因为贪杯而错过了老张的绝地反击，至今依然捶胸不已。接下来两人拼至双听决胜局，老张又给小特上了人生的第2堂课，有种错觉叫做你以为老子不准。当超分之后，小特想要利用斯诺克来挽回败局。看到小特如此离谱的白球，此刻的老张给小特上了第3堂课。斯诺克应该这样做。当小特走过来时，你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绝望。从5-0、7-2领先，到长台绝杀，再到这杆让人绝望的斯诺克，此刻的小特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杀人诛心。接下来的威尔士、苏格兰，再到英锦赛的半决赛，甚至小到冠军联赛，王牌军被老张各种花式虐杀。时间来到2018年克鲁斯堡的半决赛，在这之前，老张已经对小特完成了9连杀，双方再次战至双听决胜。面对眼中充满了渴望的小特，老张再一次的举起了屠刀。看看此刻小特的表情，师傅，咱们别总是以书相欺好不好？合着这些年就练我一个人。10，别人都说4不过3，看看您老人家这些年对我都干了些啥。时间来到2019年，同样还是克鲁斯堡，同样的决赛场地，还是同样的对手。不同的是，就在此刻，命运的齿轮终于悄然转动。经过8年的卧薪尝胆，此刻的小特终于学会了师傅的全部手艺。以前的王牌军除了准，只剩下憨。然而时隔8年再登决赛舞台，如今的小特早已经将斯诺克的各种战术运用得得心应手。在前面的8年当中，老张将斯诺克的防守艺术与心理博弈运用得一针化境。当年小特的准度可以击碎星辰，但是却无法打破老张的铜墙铁壁。但是经过这8年被老张摁在地上的反复摩擦，小特终于完成了涅槃，从昔日的莽夫蜕变为6边形的战士。决赛18-9，小特终于完成了对师傅的横扫。在赛后的采访当中，小特说道：“击败希金斯的意义超越一切，他是我职业生涯当中的一面镜子。”而老张则无奈地感叹道：“如今的小特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教的了，他已经没有弱点，他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”此后的小特开启了教会徒弟、饿死师傅的模式，直到2025年的球员锦标赛，又是一个7年，小特对师傅完成了12连杀。在14年当中，两人完成了53次对抗，各自赢下26次，其中还有1次打平。而两人年龄差距正好也是14岁，这也许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如今传奇仍在继续，老张以50岁的高龄仍旧征战赛场，用一杆杆的巫师魔法对抗时间，而小特在36岁的年纪仍然在持续进化，将准度王的标签拓展为全能王的桂冠。这段恩怨早已经超越胜负，成为了斯诺克历史上最为瑰丽的篇章。他们用球杆书写史诗，而我们作为球迷则何其有幸，成为了斯诺克历史上最为传奇的师徒起源的见证者。
9-9双拼决胜局。那个没用啊，兄弟们啊！你粉球如果就停袋口的话，你哪怕挡住一库解也不难。就那个球，你不要发这个力，就是一个轻推。就刚才打到的，就打后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它也可以滑进去。对呀，这个超分的球啊，你不需要再去校位了。那是有一个滑垒的，就小特刚才虽然打后一点点，但是如果力量够轻的话，是可以滑进去。还没叫好啊，那个已经手摆位了。就那样的球，你直球都不见得有，就那个位置好打。好了，本赛季的小王凯伦·威尔逊，目前世界排名第2，在本赛季呢，已经在2次决赛当中战胜了小特。囧哥本赛季的人气也是相当高。接下来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，那么也是本赛季2位大小王的第3次决赛碰面。两个人历史上一共有36次交锋，小特20-16暂时领先，但是两个人4次决赛相遇的历史，囧哥3-1领先。那么在抢6的长局制当中呢，囧哥也是3胜1负。沧海笑。只要有人就有恩怨，有恩怨就有江湖，人就是江湖，你怎么退出啊？哎呦，不行，兄弟们啊，这手紧得要命啊！我的天哪，这出杆，我看着心里面发毛。你看啊，出问题了吧？不对啊，这个心脏啊。这出杆刚才就打那个红球，我们打球的人都知道，明显的手紧，非常紧。哎呀，我一看着心里面发毛。你看，老张这个控球，哎呀，这一瞬间高下立判，确实老江湖。就第一杆那个打黄叫红，手就已经紧了，然后没叫到位之后呢，这个红球其实刚才果冻那个难度并不大，叫位的难度也不大，但是那一杆一出杆，你看他那个后手，9。哎呀，其实从前面的那个贴库的推杆就已经出问题了。这个怕的就是你白球不听话吧，就越打越紧，越打越紧。
你看老张这些啊，每一杆都非常扎实，特别是上手的那杆斯登的较黑。你如果手发紧的话，那一杆一松，那个白球就贴过了啊，它就不会交到那么舒服黑球的位置。16. 中带力量，哎呦我的天啊，完美啊！ 23. 这个球这样发力两库的中带，非常的 beautiful。哎，你看啊， John Higgins 23. 最近这真是有毒，这一奶吧，那么好的位置啊，这一奶，老张又打后了一点点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咱们搞一口啊！哎呦，这个中带也得小心啊，也得小心。这个中带不是咱们看到的这个样子，这个中带还不一定有上面那颗球好打啊，就这颗。哎，必须得打了。而且果冻还有多一个赛点在手上，我的天，这个歪道！这个就是一晚上的长台都非常给力。这杆打出去就感觉有点抽筋，紧张啊，这确实是有点紧张。1. 哎呀，这个咱们能够理解，能够理解。打进篮球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。没有旋转吧？哎呀，我说吧， 6. 这个球没有旋转的话，那就拿下啊！这个球带了赛了。汉美的 M， 我也用的 M 啊。这个球还有顶带，已经算是很好的运气了。这个球呢要稍微发点力，不会轻推的，中大力啊。John Higgins 6. 你真要轻打呀？你这稍微发点力，他不进也不会再带口。那颗白球为什么要带赛？对吧？
好了，现在必须要处理绿球。果冻现在还面临一堆问题，手紧，对吧？这还不是绿球的问题，先要把这个红球给处理掉。哎呀，就我感觉像在看咱们之前球房里面的业余的决赛一样，手心冒汗。6. 黄球不好叫这个红球，那咖啡有点挡线，那咖啡有点挡线。Gargadon 6. 不会发力了，你看国栋现在啊，这打出去的这个力啊，哎呀，都去打这样手软的推杆，这个中低杆叫篮把力发实。哦，分数不够，那还只能叫粉。 6. 8. 但是叫粉那个球感觉也打得很虚呀，兄弟们。Well, Higgins 8. Under play. 哎，没下来，杆法稍低了一点点。哎呦，老张，你这个叫常考出臭气啊！哎呦，如果还有，那真的是天王国栋。但是不是现在这个状况啊， 15. 这个状况我感觉就哪怕老张漏给果冻，我估计也头疼。他不需要 K 球啊，刚才怎么可能去 K？ 到处都是红球，一定是选择单叫。哎，他从这边全部挡完，思路很清晰。
都没办法啊，这个就是在心态快承受不了的情况下，就这个时候怎么打他怎么不顺。1. 好了，今天果冻是被老张上了一课，非常可惜，4个赛点被老张翻盘。哎呀，比赛打完，咱们球迷也解脱了。行，那么咱们期待老张跟小特的师徒大战。晚安，咱们明天见。